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誉为叫做印度洋上的明珠。我相信更多的人对于这个地方产生了好奇心，不了解这是什么地方，就让我们在这一趟揭开斯里兰卡的神秘的面纱，前往看看不一样的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斯里兰卡。1972年之前呢，它简称的叫做锡兰，是位于亚洲南部与印度次大陆的东南方外海的岛国。古代的中国呢，曾经对它有很多的称呼，它也算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很早以前就跟中国有了非常密集的往来接触。那狮子国也是以前对于斯里兰卡的称呼。斯里兰卡是单一制的共和国，首都呢是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哇，这一听呢已经够难念了吧？所以呢，狮子国在大唐的西域记当中呢，叫做呢僧伽罗，它的梵语名称呢就叫做僧伽罗哦，那也叫做狮子国。斯里兰卡主要的民族至今在汉语里面人称僧伽罗人，其语言呢称为僧伽罗语，所以在宋代还曾经称呼它叫细兰，语言呢也是一样啊。明代又称作叫做锡兰。它的历史呢来自于1815年呢变成了英国当时的殖民地，所以呢它又一直到了1972年呢才废除了君主制度，改称为斯里兰卡共和国。真正要讲起来，其实我们好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它了，它的名称就叫做狮子共和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尼甘布是一个很典型的海港小渔村啊，来到这边，这个氛围就有点像泰国，有点像缅甸，有点像东南亚的国家，有没有？这里的感觉也很像印度的国雅。在街上你可以看得到的，尽显的是南洋的风情啊。那来到这边呢，我们其实呢也可以走遍尼甘布的鱼竿、晒鱼竿的海滩等等啊。在这里非常接近他们的渔村生活，所以呢，来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些印度的宗教。有没有看到？哇，你看看，其实你已经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度哦。当我今天没有打上斯里兰卡，其实你是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的，你可能会以为是印度，对不对啊？你可能以为是当他妈的基隆这类所在。它混合了多种形式模式，一直1972年才独立的君主立宪制才独立脱离的斯里兰卡，进入了现阶段的斯里兰卡的方式啊。那斯里兰卡呢，在5世纪前呢，其实呢，当地的人呢，他们的祖先叫做僧伽罗的人哈，是从印度迁徙到斯里兰卡的啊。你要看这哈，刚好停在路边在割这个椰子啊。那在西元前247年呢，印度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他的儿子啊来到这个岛上哦，从此僧伽罗人呢就摒弃了什么婆罗门教，而改信了佛教。西元300多年左右呢，佛牙从印度传入了斯里兰卡。公元前2世纪前后，南印度人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入了。从公元5世纪到16世纪，征战不断，斯里兰卡啊，所以从刚刚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出它宗教的发源跟宗教的不同来自于哪个地方了，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圣城啊。人来这里送玫
个地方，东西南北，这里中间有一个莲花，荷花的色很干净，所以呢，我来这里的话，上照，后来那个莲花上的时候，我的照很干净，所以我现在合适可以进去。我们相信佛教的神菩萨，所以没问题。佛教的神庙有累积了236年以后，这个和尚他的名字马云的和尚，他来从北印度。来到斯里兰卡，带到我们佛教，这样斯里兰卡得到佛教。他带到和尚对才叫佛，累积了236年以后，已经是佛教来到。他和1、2、3、4、5个和尚来到这里，但是我们的国王，他的名字是很喜欢我，然后呢，这个和尚和那个别的和尚，他们什么来着？他一个想象，然后他叫。他们海信国王，然后他整个佛教的，佛教的，然后所有的斯里兰卡成为佛教。伊苏努尼亚什雅士，哇，这很绕口啊！伊苏努尼亚士啊，这个古城在斯里兰卡真受欢迎啊，以摩崖石刻闻名啊。这座岩石的寺庙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天爱地虚王的统治时间。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的僧院呢被保留了下来，其他的地方呢都经过了重新的整修。寺庙里面有印度风格的公元5世纪著名的雕像金驴，
是根据印度王当时的印度王 Gupta 的这一个王朝啦，在公元的第4、第5世纪的艺术风格所留下来的堪称当时加罗版的这个多艺术的代表。所以我前面有提到了从这个当时的婆罗门教一直到了印度的当时印度王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了他的儿子来之后呢，才把整个斯里兰卡呢更改了一下，颠覆了一下，变成如今我们所看到不一样的斯里兰卡，不一样的宗教的斯里兰卡。那我们离开了这一个比较著名的寺庙之后呢，我们继续前往这附近，你看还有一个莲花池塘，还有在东德朗，有没有看到当地人就在这个河边呢开始呢洗起澡来，有没有看到边洗澡边游泳？你觉得它落后吗？你觉得它很特别吗？我觉得它很让我珍惜现有在台湾所可以得到所有的便利、方便、一切文明，还有民主。你看看在斯里兰卡刚刚在河边洗澡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因为其实斯里兰卡拥有非常多佛的寺庙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面一段看神圣的斯里摩科菩提树，神圣的天蝎座之城，他们正静静地矗立在这个地方这一刻，似乎欧洲列强的殖民侵略，增加罗与泰米尔的千年烽火，都只是浮在空气中的一片树叶那看到墙上的猴子，有没有看到这一路上走过去的情况当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阿努拉德普勒来到了阿努拉德普勒圣城，我们来到了鲁凡法利佛塔哇，这个每一个名字呢，都跟梵文一样的难念所以这个念起来呢，跟思考起来呢，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头痛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呢，其实几乎可以看得到的。差没有说以佛立城而已啦那我们这一趟呢，选择在3月份来到了斯里兰卡我们这一趟的人也很少第一，很少人听过这儿嘛第二，很少人知道这里是哪里嘛当然它也没有像东南亚普遍来的那么低廉的团费可以说是
会来斯里兰卡的人，基本上在旅游上面都属于老手了啊。什么叫老手？就是你出国旅游，其实经验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富了。那可能你还在遍及世界各地，找寻世界各地你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有可能呢，你还在遍寻着能够得到不一样文化，让你开拓不一样眼界的旅客。所以这个时候，斯里兰卡当然会纳入你的旅游口袋名单啊，这是真的哈。那不然呢，很多人其实并不会把这个地方呢纳入你的旅游口袋名单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基本上它可以说是基础建设并没有那么完美啊，但是也因为基础建设没有很完美，观光客不多，所以呢，来到这边呢，你就会发现了什么？发现它的特色咯。它的特色也就在于说，它非常的淳朴。这里充斥的每一个呢，都是非常非常虔诚的教友们、佛教徒们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现在来到了阿普拉德普勒，当地的语言意思呢，阿努拉德普勒啦，它名称叫做天蝎座之城。作为第一代的王都，整整有1500年的历史之久。整个城市呢，遍布着这些大大小小的古迹，有1500年的历史啊。每一个古迹呢，都有伊历史的真久的历史，甲讲不了的故事。其中呢，最受瞩目的，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的神圣菩提树。这里有一棵神圣的菩提树，这个菩提树呢，当地的斯里兰卡的国民呢相信呢，这个菩提树呢，就是当年佛祖修行时释迦牟尼树下静坐的菩提分身。佛教创立不久之后，随即呢传入了斯里兰卡，也因此，当阿努拉德普勒圣城呢，这里的菩提树呢，这棵菩提树呢，也就变成了非常有名的一棵。因为这个菩提树呢，几乎与原本印度本土的菩提迦耶纳那一棵是同样的古老，但是印度菩提迦耶纳那一棵菩提树呢，在1870年的时候枯死了。今日的菩提迦耶纳的菩提树呢，反而是从斯里兰卡被分支种回来的啊。这听到这里就知道，是不是很多的人会想来这边了哦？这里是释迦牟尼成佛的菩提树上分支所接种过来的。原本一长一定翘一啊，纯这长是新的，有如呢他的下一代。这7大秘密的宝藏地点，哇，被列为世界上7大秘宝的藏宝地点，就在这个地方。虽然印度教为佛教的发源地，但今日的印度教信佛教的人口并不多。大家都知道，今日的印度主要的信仰的还是印度教，因为在印度本土以及之外，比较能感受到佛教的力量哦。什么是圣菩提树？佛陀在这个树下呢打坐的时候呢，不是打盹啊，是大彻大悟啊，而把它称为叫做菩提树啊。它盛产于热带地区，生命力非常的强，可以变成一棵大树啊，而供人在其修道打坐。佛成道处的菩提树，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就是在今日印度的菩提迦耶，距离印度东路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以南有一个呢，叫做菩提寺啊。佛陀在此圣菩提树下啊成佛。那但是问题是呢，我刚刚说了，现在我们来到了阿努拉
德普勒圣城呢，这个是从那边所截枝过来的圣菩提树哦。因为原有的圣菩提树呢，听说已经枯死啦。佛陀出家后进行了6年的苦行，仍然没有彻悟，而了解到苦行的非法，舍弃了无谓的苦行，到泥莲长河清洗了6年来的污垢，恢复了体力之后，走到一棵硕大的菩提树下，他在树下呢铺上可以防虫的叫做香茅，也就叫吉祥草，然后呢打坐，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坐。于是呢他解思维之道，这里看第7纲天将破晓之际呢，悟到了所以这个7这个数字呢，不止在基督教，在佛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哦。而原有他所出这个悟道的地方，在首府巴特纳这个地方呢，距离印度东路比哈尔邦的附近那当然他现在我们在安努拉德普勒圣城呢，是对黑的时候才截止过来所以它才是真正目前所存活下来的菩提树那这守护菩提树的也叫菩提树神，是世尊成道最早的见证者及持护者仪中之类。这说起来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历史故事啦尤其是在12世纪回教徒入侵印度的时候呢，还把原来的他的那个菩提树破坏了。西元前3世纪左右，阿育王的比丘尼带着圣菩提树的枝条就来到了斯里兰卡刹基所以呢，西元1870年，后来又从斯里兰卡采取树条，再度插枝于佛陀成道处，重生圣菩提树。如今它也变成一个巨大的果树，环绕着波多克里斯。这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圣菩提树。西吉利亚的狮子岩呢，是斯里兰卡最有名的一个景点斯里兰卡古称叫做狮子国，指明呢是狮子的后裔。所以，他们斯里兰卡伊的国旗呢，你马上看到呢，有一只狮呀，压一个剑，拿着剑的狮子图案狮子在斯里兰卡如此的神圣，可以想见到狮子岩在斯里兰卡人们心目当中的重要性高约200米的狮子岩，独自的兀立在这个热带的丛林当中你远远的就能够看得到这么明显的天然地标，被古代的拿来崇拜，或者是新建宫殿。所以呢，它的堡垒呢就显得理所当然事实上呢，考古发现史前时代就有先民利用这个岩洞来避风遮雨。斯里兰卡跟印度一样，虽然有文字，但不从历史记载，因此西方人在19世纪的时候发现了狮子岩规模庞大的建筑遗迹之后呢，始终非常难的可以把它拼凑起来，还原出它真正的历史根据最普遍的传说以及认为，东西因定为狮子岩的宫殿、堡垒、花园，拢是在西元5世纪的时候呢，由摩利耶王朝的国王卡萨帕来建设的那卡萨帕呢，立马知道以前在这种历史上面呢，争权夺位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卡萨帕当时弑父夺权，太新老贝料呢夺取权力担心呢兄弟就此复仇，就此阿努德普勒迁都到西吉利亚并将宫殿呢建在这个居高临下的地方，建在这个易守难攻的狮子岩上面所以狮子岩上可以说是建一个王朝的地方。
狮子岩下方则打造出豪华的皇家花园，还盖了护城河，就为了保护它。不过考古研究呢，并不太支持这个皇宫的说法认为是宫殿所在的狮子岩峰这个峰顶前面那一颗就是狮子岩考古并未发现任何宫殿的建筑应有的柱孔或者是基石，也没有任何当时人们在这边的位测设备所以狮子岩从来没有被当作宫殿或军事碉堡使用，而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佛教中心。历史它可以推崇到西元前3世纪，并且呢，在那个时候呢，持续的建设，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到了14世纪呢，才这个地方呢才遭到废置所以我们从底下一路往上看，可以看到它当时的护城河，它当时盖的花园城市然后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竖立独立一颗的狮子岩那看起来很特别那要攀登狮子岩，会先经过非常具象征的狮爪夹道的石阶入口，显示建设狮子岩的人呢，有企图先将狮子岩打造一头狮子的模式那我们现在都还在这一条步道走那走到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由狮爪夹道的石阶入口折形的石阶入口。来，我们现在往前面走来前面来看看狮子岩的岩顶建筑，走吧。看到吧有看到吗？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特色了那狮爪夹道石阶入口有没有从这里进来那有些考古学家也认为这个狮子岩顶的建筑只是一些佛塔跟简易的这个辐射供这个僧人长期在这边冥想修道很难想象为什么要耗工在峰顶的岩石开凿出27米长21米27米长21米宽的大的蓄水池呢？或者是想要把整个这么竖的一条石头坑的江变成要给它做成一条塞到底狮子岩是宫殿是修行场，曾经转换过各种角色，就让考古学家慢慢去想吧，因为我们也看不懂我们只知道上来上面看风景看来狮子岩顶管，你也在看到360度对顶管看到这个西西里亚专景
而狮子岩半山腰的凹陷里面呢，来的个有20几眼哦，哇，这身材佳好，半裸露，头戴宝冠哦，仕女壁画哦。很多人相信这个是皇宫或佛教修习理论的对这个画像有所不同的解读哦。有的人认为它是宫中的嫔妃，这个你看看哦，并衍生故事说这是杀父的卡萨巴国王为讨好父亲亡灵才留下的绘画哦，那代表着他老爸以前喜欢美女咯哦。第二个呢是呢有着丰满厚唇的侧脸呢，发型呢跟其他人物不一样，就认定了她是非洲美女哦。有的人说像中国人哦，到底哪个像呢？壁画的后宫美女呢，变成了各国往来的佳丽吗？因为衣锦够翁呢，从各个地方抓这个叫什么佳丽过来吗？壁画是佛教当中专门侍奉神佛的天女，就像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敦煌飞天角色一般，他们比较接近密宗的度母形象，所以狮子岩壁画的年代呢，一定不要都判定了。有人认为绘画的技巧、风格跟印度的这个阿弥陀石窟呢，非常非常的接近哦，可以去比较看看，可以去了解看看。这里是鼎鼎有名的狮子岩，看得到的这些画像呢，更是非常的不得了哦。西基利亚的原名是辛哈基利哈，辛哈指的就是狮子的意思，基利指的就是岩石的意思，也就是它的全名叫做狮子之岩。今时今日，我们来到狮子岩，还是令人叹为观止，成为全世界的文化宝库。这座600英尺高的独立岩石，从丛林当中高耸入云。我们刚刚从底下上来，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了。根据石刻上面的记载，西吉利亚最早是古代和尚修行的场所。我们来到了这里，走到了最山上的狮子岩顶端。我看到吧，那边看到顶上有看到两只爪子哦，这狮子的爪子哈，有看到了吧？这也就是它最大特色的地方啊，狮子的爪子啊。波鲁纳鲁瓦，斯里兰卡的第2大的古都，著名的辛哈里王朝建都在这个地方。这么哈新没哈克啊！注意看啊，这些学生呢，哇哦，像印度吧？这些学生呢，看到观光客来啊，应该也觉得很新奇啦哈。
这学生来这边校外教学呢，还是下课也不晓得哈。这里是斯里兰卡的第2大古都，著名的新哈里王朝哦。那建都在这个地方之后，遭到了南印度泰米尔族的入侵，而成为了废墟哦。西元10世纪末，斯里兰卡当时的国都佛教中心阿努拉德，整个斯里兰卡拥有9座的世界文化遗产，你知道吗？当时10世纪末，斯里兰卡的国都跟佛教中心开始落败的时候，波鲁纳鲁瓦取而代之，声名鹤起。波罗纳武于西元993年成为斯里兰卡的第2大古都。讲卡贝就是讲，这个朝代通常在位没有太久的时间，200-300年吧，差不多就会去另外一个朝代甲取代去。当时上界有名的新哈里王朝，又叫做真伽罗王朝，建都于此。11世纪中叶后的200年间，这个城内呢，佛教的色彩非常的浓厚，再加上缅甸、泰国的佛僧络绎不绝，造访了婆罗纳鲁瓦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来到这边，虽然我们看到了是一片废墟，但是这片废墟隐藏在内的宗教历史文化是那么的深，城内的佛教色彩非常的浓厚啊。不要看现在这个样子，在那个年代，这里的建筑水准已经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要看这些废墟，搞不好这些废墟比恁刀甲阮刀今麦更加用。虽然伊今麦规模一定比当时斯里兰卡的历史上第一王朝阿努拉德普拉更加小，但是伊的艺术的成就一定比阿努拉德普拉更加高。这也代表了什么？你知道吗？在将来的社会上，科技永远是领先拔得头筹，但是在未来的世界上，艺术绝对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东西啊！12世纪的后期，波罗纳鲁瓦因印度的泰米尔族的侵略而成为废墟。14世纪以后，古城一直隐秘在林中，直到了1900年，才被当时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一片隐藏在森林当中的废墟。在这里，你看，小学生还是国中生、高中生，嘿，我还真看不出来嘞。但是呢，来到这边可以看得到，你看从地上，从旁边的砖瓦啊，印度佛教美术进入了衰退期，在斯里兰卡却积极推出别具特色的美术形态啊。就是在那个年代啊，当时在那个年代的成就已经凌驾在印度之上了。现今仍保存许多的佛教艺术精华在这一片废墟当中，至今呢仍令人赞叹。198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波罗纳鲁瓦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而波罗纳鲁瓦古城当年其实是非常精致巧妙的完美。波罗纳鲁瓦古城现存的遗迹大部分建于波罗加罗摩巴呼大帝。我的天哪，这名字真难念啊！这个跟尼萨加罗摩哈，这些都是梵语啊，把它翻译出来，你看哦，他们虽然黑呀
但是这个黑啊，黑的程度呢，还没有到达像黑人的黑啊。黑啊，无黑到黄金啦，但是这个面目啊，有没有五官很立体啊？也加上啊，总是有那么一丝丝的淳朴的感觉，是吧？那婆罗迦罗摩大帝呢，在这边建立了一个13公里多、高12米的人工湖，还有一座12世纪的圣人雕像，手里握着呢代表古代智慧佛训的贝叶经书啊。什么叫做贝叶经？贝叶经又是什么呢？哇，你知道吗？如果手上你拥有了贝叶经书，现在绝对是身价上亿哦。贝叶经是僧侣用铁笔刻在贝多罗叶上的佛经。释迦牟尼佛在西元前500年前悟道开始的时候，并无文字记载他的戒律跟教诲。他圆寂之后，也得住开会啊，凭记忆附送他的言行，称为结集。所以呢，在西元前147的第4次的结集当中，将会议记录以真伽罗文字体刻在叶子上面，就是贝叶经的这个由来啊。